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我跟金主提分手，理由是想结婚了。霍艳眉一挑，握住我的手揉捏，零花钱不够用了。圈子的人都说我有手段，能让霍艳对我的宠爱长盛不衰。动不动就在霍艳面前装柔弱，哭唧唧地窝在她怀里，明面上一副可怜小白兔的样，实则是想借机上位的黑莲花。天地良心，真的误会大了。我在霍艳面前确实哭，但多半是被她吓哭的。霍艳是白手起家，能拼到现在的地位，完全是靠着股不要命的狠劲。可能是经历的事太多，霍艳眉眼间透露出上位者的暴力，面无表情时阴郁而威严，特别不好招惹。当初我妈卷走家里的钱，人间蒸发，我走投无路，踩上了她的车。我恋爱经验少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讨好霍艳，有时候惹她不高兴了，她就一言不发，阴着一张脸盯着我，吓得我一边哭一边哄她。除了难捉摸的脾气，霍艳在物质方面对我确实无可挑剔。每个月6位数的零花钱，一栋在我名下的市中心独栋别墅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名牌服饰珠宝。我在霍艳身边待的时间越发长，渐渐的她身边的人由对我态度不屑到一口一个嫂子，甚至在霍艳面前也不避讳。对于这个称呼，霍艳没否认过，我没当真过。霍艳什么都能给我，唯独婚姻不行。霍先生，我们分手好不好？私人泳池边，我给泡在水里的霍艳按摩肩膀。霍艳眉一挑，握住我的手揉捏，零花钱不够用了。我说，我想结婚了。话音未落，眼前一花，霍艳冷不丁转身把我拉入水中。我毫不意外，轻车熟路地抱住她的脖颈，缠住她的腰。我不会游泳，但霍艳却经常拉我下水，说就是喜欢我在水里只能依靠她的感觉。跌进她怀里的瞬间，霍艳按住我的头，吻上我的唇，长吻过后才愿放开，想结婚。跟谁结？谁敢挖老子墙角？我半开玩笑的语气，跟你结。霍艳眼眸一沉，没说话。其实我能在霍艳身边待得长久，最大的原因是我够乖。在别的情人以怀孕逼要名分的时候，我无欲无求，甚至连他人送来讨好我的礼都不敢收。我知道霍艳再怎么宠我，也不可能跟我结婚的。我们的差距太大了，这结婚说出口，跟分手没有区别。事实上，我提出结婚的目的，确实是想跟霍艳分手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总不能躲在她的阴影里一辈子吧。况且，我的人生不能总是用在取悦她这件事上。休学结束，我要复学，完成我的学业。别跟我闹。霍艳抱紧我，头埋在我的颈窝里，轻咬。还没等我回，那边助理过来，霍哥，医院那边来了电话，说郑小姐发病了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霍艳皱眉，暧昧的气氛瞬时消散。她抱着我上了泳池，披了件衣服，便匆匆离开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关于那个女人的消息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能抽走她的注意力。现在那女人回国了，估计离霍艳向我提分手的日子也不远了。我凝望着霍艳的背影，出神。我真的喜欢过霍艳，可她并不想听我说喜欢她，说两个人如果因为喜欢在一起，要负担的东西太多。下楼换好衣服，我把房门钥匙和车的钥匙都留下，
然后拉着行李箱离开。无论如何，读书才能给我真的底气。做了小半辈子小市民，现在要离开了，感觉跟做了场大梦似的。提着行李去候机的时候，我看着商店玻璃橱窗映出的自己，牛仔外套、白色休闲裤、白球鞋，黑发自然垂落，脸蛋粉里透红。我上学晚，读完大二时21岁，家里遇上变故，休学2年，等大3复学也才23。虽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，但因为要站在霍燕的身边，我的穿搭都是往精致优雅那边靠，甚至用妆造掩盖我脸上涉世未深的稚气。如果不是我妈丢下我跟那个赌鬼跑了，身上的债全丢给我承受，或许现在我还在学校安稳地上着大学，准备公费出国深造。候机的时候，我掏出以前的旧手机，跟霍燕在一起之后，我就换了新手机，现在新的那部留在了别墅里。点开通讯录，我有些茫然，我妈的号码已经是空号，而我爸在我小时候出轨，早就跟家里断了联系。朋友同学自然也有，但这1年基本很少联系。最后一个号码是前男友力彻。我叹气，想抬头去看航班的信息，谁知余光瞥见一件熟悉的身影，瞬间炸毛。霍燕。只见他满脸阴沉，转身示意，随后几个黑衣保镖游走于来往的人群中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应该不是来找我的吧？跟他在一起半年，我失言跟霍燕表白，他非但不回应，甚至之后1个月都没再来过。我昨天那么得寸进尺，大放厥词说我想跟他结婚，要个名正言顺的地位，正常操作不应该是像之前一样冷落我吗？所以肯定不是来找我的。我顿感理直气壮，然而在看了眼凶神恶煞的霍燕之后，我转头就躲进了卫生间。婉小姐，或许你自己出去会比较好。没过多久，不远处传来霍燕女秘书的声音。我纠结了一下，认命一般咬牙出去了。随后秘书把我带到霍燕面前。我偷看霍燕一眼，只见她薄唇紧抿，眉眼间染着一股化不开的戾气，锋利的让人不敢靠近。好凶啊！我不开口，霍燕也不说话，就是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说实话，真怕他突然给我一拳，让我进医院，睡在他心爱的女人隔壁。终究是我还是败下阵来，先一步上前抱住霍燕。他的眼神看得我心凉，于是我扒开他大衣的扣子，钻进他的怀里，抱住他的腰。霍燕是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类型，腰上没有一丝赘肉，抱起来很丝滑。我跟霍燕是有身高差的，她至少1.85米，而我只到她的胸口，远看就跟我跟她同穿一件大衣似的。谁给你的胆，随便乱跑？我一服软，霍燕就没辙，顺势抱着我出了机场。我就是想出去散散心。我嘴硬。霍燕把我抱进车内，司机会意开车，而霍燕捏着我的手指，对司机把挡板放下来。我瞬时瞪大眼睛，挣扎着想从他怀里下来，却被他按住腰，掐住脸。我给你买的衣服一件也没带，卡布拿手机也留着，是去散心还是和我断绝关系？我认罪，就是可能下次还敢。我们什么关系？我说了算。霍燕发脾气揉我的脸，揉够之后就一口咬上来，吻过我的脸，亲上我的唇。我顿时一个机灵，按住她的手，
我都认罪了，你想干嘛？霍燕盯着满脸通红的我，都亲那么多次了，还是容易脸红。说完亲我的脸，见我还在紧张，笑得散漫，我没想干什么。他的手继续向下，把一张黑卡插进我的后裤袋。走是暂时没机会了，但我没想到霍燕会让我去见那位郑小姐。郑希儿眼睛看不见，听见开门就朝生源这边转头。是霍燕吗？郑希儿微笑，双眸却没有焦距。我看了眼霍燕的助理，是我，郑小姐。助理应了一声，示意我进去。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我看了眼郑希儿，这次带您是想让您跟郑小姐认识认识。助理自然地递给我一本书，郑小姐最近在听这本书。那书仿佛有千斤重一般，我差点没站稳。真的是霍燕让我来的吗？我再次确认。霍总本想跟您一起来，临时有行程冲突了，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。新来的护工估计是听到了我跟助理交谈的声音，郑希儿问：不是？虽然看到手上的书时，我迟疑了下。那还真稀奇，霍燕从来不带女孩来我这。郑希儿笑笑：你是他女友？我沉默。霍燕是我的金主，她不开口，我就没有承认的底气。因为霍燕没说我是，就是个给她打工的了。我打个哈哈过去。之后我跟郑希儿唠家常，随后我了解到她是霍燕的发小，眼睛因为在火场中救霍燕被砸到而失明。大火后他们都活了下来，郑希儿的身上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以至于一直在医院疗养。我同情她的遭遇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傍晚，霍燕妈妈来送饭的时候。霍燕是单亲家庭，艰难的时候霍妈妈连打几份工护霍燕温饱。她穿着很普通，却有种独特的气质。阿姨好。我站起身。霍妈妈见是我，皱眉，但还是点头致意。小婉，下次你还来吗？要走时，郑希儿拉住我的手。我一个人真的很无聊，跟你说话好有趣，多来看看我吧，好不好？怎么这么麻烦人家？人家不忙啊。霍妈妈一边摆好饭菜，一边对郑希儿说，亲昵的就像是在教训自己的女儿。郑希儿嘟嘴，那让霍燕给小婉加薪吗？闻言我身体一僵，霍妈妈则是脸色一变，意有所指，霍燕给她的钱已经够多了。我的心不断下坠。看消息说助理在医院楼下等我，我立刻逃离了这是非之地，倒是霍妈妈在走廊叫住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霍妈妈问，看我的目光充满审视。我跟着霍燕2年，她却不知道我的姓名。我回话之后，霍妈妈直截了当，想必你也知道了，希儿的眼睛是为了救霍燕才瞎的，我们有义务照顾她一辈子。我打心里认为希儿是我的儿媳妇，你明白吗？随后霍妈妈叹气，声音放软了些。当初知道霍燕包养女孩子，我就不同意。我看你谈吐也不错，就别在我儿子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霍妈妈说的都是软刀子，真难接。最后我笑得勉强，我知道了。回到别墅时，霍燕刚洗完澡，穿着浴袍，手里拿着杯牛奶。我叹气，真是想哭都没得哭。喝吗？霍燕举举牛奶，轻笑。她是狼系长相，恣意笑时又欲又野，此刻黝黑的眼仿佛藏了钩子，无声的引诱。
要。我应一声，抬手去拿他的杯子，霍燕却故意把手抬高，让我够不着。我无奈，转而环抱住他的腰，微微踮脚，抬头看他。他笑笑，一手抱着我，一手扶住我的脸，含着牛奶低头吻住了我的唇，温热的牛奶就这么喂到了我嘴里。湿吻过后，我把头埋进霍燕怀里，她身上全都是我的沐浴露的香味。每次难受我都是自己吞，毕竟霍燕连我的表白都选择充耳不闻，又怎么会听我的委屈？我想起之前跟霍燕提的结婚，她没表态同意，却也没跟我说分手。这段关系让我感到窒息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说不出我是霍燕的谁。要是在以前我还可以心存侥幸，可今天去见过郑希儿和霍妈妈之后，我对霍燕最后的喜欢也被踩碎了。霍燕重情重义，不可能放着郑希儿不管。就算霍燕不跟郑希儿在一起，霍妈妈也根本不认可我的存在。是我贪心了，如果不喜欢，就不会有负担。正如霍燕当初对我说的一样，今天跟郑希儿见面，感觉怎么样？霍燕顺我的毛。我如实回答，他人挺好的，我跟他挺合得来。霍燕显然是意料之中，他话多你安静，互补。为什么要带我去见他？我问。我接郑希儿电话，哪次你不是竖起耳朵听？霍燕懒洋洋地玩我的长发，我欠他的，该还。但是我跟他不可能，我跟你也不是很有可能。我在心里巴巴。我跟霍燕之间的问题，说到底是他的态度。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是发泄的工具，还是这些他从来不给个准话，连骗我开心都不骗？霍先生，我喜欢你。我想最后认真地说一次。他面上笑意淡了些，我知道。你呢？霍燕面色一沉，现在这样不好吗？他眼底浮现不耐，我现在不想说什么喜欢，太累。乖一点，你开心我也自在。我愣了下，没发脾气，默默地把头埋到他的怀里，抱住他的腰。每次伤心却又不得不面对霍燕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抱着他，拥抱表示亲昵，同时也能隐藏我的难过。我在他怀里醒到半夜，最后默默坐了起来。去他喵的男人！我点开手机，默默给霍妈妈发了几条消息。我瞅准霍燕去出差的间隙，再次出逃。这次很成功，坐上飞机之后，我出神良久，终究是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从我妈跑路开始，我就开始做噩梦，现在算梦醒了吗？因着疫情大学封校管理，我顿时放心不少，至少霍燕找过来，我有理由不认怂出去。一起去图书馆吗？前男友立彻发来消息。看完消息，我往宿舍楼下看，立彻已经在等着了。立彻在本校读研，即便我原本的大学同学已经四散，他依然在。我回校那天也是立彻来接。我看出他有很多事情要问，只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沉默。我妈说等解封了上家里一起吃饭。见我出门，立彻上前，自然地想把我的包接过去，被我拒绝了。行，到时候一起去。我想起立彻的妈妈，没理由拒绝，因为我跟立彻是青梅竹马。小学时我妈玩失踪几天不回家，也是他们家照顾我。我瞥了立彻一眼，当初跟他分手是我先提的。时间正好是2年前，当时讨债的天天上门骚扰，
来学校堵我，我不想连累厉彻，就找了个性格不合的理由分手了。我抱紧书包，叹气。跟青梅竹马分手的尴尬之处在于，即便感情上不可能了，还要一起回家吃饭。我们走一起，厉彻还是之前的习惯，把我护在路的内侧。当下课的人潮向我们涌过来时，腾出手给我牵。我之前轻微社恐，人多的地方会让我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交往时我会下意识地去拉厉彻的袖子，或是悄悄退到他的身后。久而久之，厉彻也习惯了，会把手腾出来给我。不过这次我没动。2年过去，早就物是人非了。第一次跟着霍燕去参加饭局时，面对那些大人物，我话都接不利索，还得霍燕帮我圆场，整个人就像个木头花瓶。霍燕看出我的局促，轻轻揉我的脸，态度散漫，要是难受，下次就不来。可我不敢怠慢，逼着自己走出舒适圈，慢慢的接人待物变得游刃有余。瞧我这记性，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厉彻见我没拉他，摸摸鼻子。我笑笑，没事。厉彻欲言又止，以后可别忘记了，要是未来你女友吃醋了怎么办？我半开玩笑道。厉彻尊重我，并不过问我消失的2年去了哪里。我感激他，但也能察觉到他对我友情以上的体贴，所以想把矛头掐断。厉彻愣了下，沉默半晌，释然地笑笑，下次注意。封校时期学习照常，我又是准备小组作业，又是做 PPT， 连轴转之下把霍燕抛之脑后。也不是没想过霍燕会来找我，不过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大概会嫌麻烦，只是没想到打脸会来得这么快。我学的是泰语专业，休学的2年，一有空闲我就会学习。而霍燕的生意伙伴里也不乏泰国人，一来二去反倒是对我的泰语口语有帮助。我回到学校后一直在疯狂查缺补漏，加上我底子本就不错，年底的全区泰语演讲比赛，学院派我和一个学弟参加。除了专业的老师，比赛还会邀请中泰合作赞助商做评委。后场时我看了眼 QQ 宿舍群，炸了！卧槽，赞助商那边有个帅哥，呜，直戳我心巴！快来个宝，陪我去要微信。下面还有图片，我瞟了一眼，头皮一炸，是霍燕。那帅哥不是评委吧？还跟校长有说有笑的。确实不是，不过听说给学校捐过楼。舍友七嘴八舌的讨论，我悄悄探头，果不其然，霍燕坐在嘉宾席，跟身边的领导有说有笑。怎么了？后场时，厉彻坐在我前面，我若无其事，后面的头发有点乱，头低一点。厉彻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一字夹，动作轻柔地帮把后面散下来的碎发别上去。抛却前男友的身份不说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彼此的默契还在。厉彻靠近得很自然，而我则是顺着低头。霍燕所在的嘉宾席在我的左后方，我鼓起勇气瞥了眼，霍燕没看过来，但是脸色黑得可怕。比赛分2场，复赛演讲，决赛看图即兴发挥。2场我都发挥得不错，除了即兴发挥时突然卡顿了下，其他的都符合我的预期。比赛完下场，我扫了眼场下，霍燕的长相和气场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，只一眼我便锁定霍燕。她也在看我，对上视线她挑眉，我眨眨眼睛。
有点虚，还是溜巴。比赛我拿了亚军，颁奖时要跟评委嘉宾合照，我借口不舒服先走了。结果一出门口看到霍燕，我下意识想退回去，他像是能预料到我的动作似的，直接把我抱进车里。霍燕把我放到他的大腿上，骨节分明的手按着我的腰，紧紧贴向他的怀抱，顿时熟悉的冷香崩塌一般将我包裹。霍燕眸色深深，轻身过来吻我，我眼疾手快捂住了唇，他扑了个空，转而轻吻我的手背。我怎么惹你了？霍燕神色恹恹。我说，霍先生，我们分手吧。霍燕皱眉，因为我没回应结婚，还是我妈和郑希儿。我苦笑。霍燕心思敏锐，我的心思她都懂，只是懒得管。我想分手，所以才跟你提结婚的。我语气平和，我知道你不会同意。圈子里常听说金丝雀逼婚金主，金主转身就是一个冷落分手大动作，玩玩可以，正儿八经结婚不行。我寻思着霍燕也厌倦这些，拿结婚膈应让他主动提出分手，只是没想到会纠缠成这样。现在复学了，我以后会很忙。我换了种商量的语气，要不你换人吧，说不定下一个更乖呢。霍燕脸一沉，像是怕我逃走似的，她手蓦然收力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贴近几分。跟霍燕说话，硬碰硬不行。我想想，放软语气哄她，都在一起2年了，你还不腻呀？要是我说不腻，霍燕嗤笑一声，你负责吗？我默了默，此时厉彻的电话打进来。厉彻，老师说你不舒服，现在怎么样？需要去医院吗？我看了眼霍燕，下意识地拉开距离回避他，对厉彻说，不用了，我待会直接去你家。之前说好解封了就去厉彻家吃饭，正好我比赛拿了奖，阿姨说一起庆祝。他是谁？霍燕似不经意问。朋友。我答，挺亲近。霍燕捏着我的手指，宣示主权般与我十指相扣。拗不过霍燕，最后他跟我一起去了厉彻家。厉彻一家已经在等着了，见到我是高兴，见到霍燕是面面相觑。阿姨问，小婉，这是？远房叔叔，男朋友。我跟霍燕异口同声，见厉彻他们一脸懵，我咬牙，就是叔叔。这2年一直是你叔叔照顾你吧？阿姨关心道，厉彻说你找远房亲戚去了，我还不信，也不见你给个消息，现在算是彻底放心了。我瞥了眼厉彻，他脸色并不好看，2年前被追债追得紧。我跟厉彻说去打工，并没有说要找亲戚。小婉这孩子命苦，爸妈都不负责任，我们都把她当自己女儿，还得谢谢你照顾她了。厉叔叔敬霍燕一杯。霍燕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，应该的。吃完饭，我跟厉彻在厨房洗碗。那真是你叔叔吗？厉彻问我。我今天在嘉宾席看到他了，之前我在实习的公司见过他，是个高层。厉彻越说越觉得不对劲，小婉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大概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霍燕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从后抱着我靠向他，拿过我手里的盘子洗好，还细细地给我洗了手。厉彻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还不放开他？厉彻抓住我的手腕，而霍燕则是紧紧揽住我的腰，2个人都是不打算放手的架势。我拳头硬了，摊牌吧，
你想怎么样？从丽澈家出来，我心情乱七八糟。霍燕，像从前一样不好吗？不好。我摇头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你妈妈或是郑希儿。霍先生，跟你在一起我没有安全感，我甚至说不上自己是你的谁。霍燕顿了顿，揉了揉眉心，声音低沉，我的兄弟都喊你嫂子，我以为你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。我气笑了，安全感是相互的。你连回应我都不耐烦，要我怎么相信？霍燕，你喜欢的是我费尽心思讨好你，不需要理会我的情绪，只用享受。我说，这样相处时间越久，我越窒息，也越来越害怕未来。而且我不想总是依附着你，我得有自己的生活。过去对于霍燕，我总是随叫随到，他来找我时我必须在，这是我作为金丝雀的基本素养。感情上他是主导，而我总是迁就。拿人手短，我逼着自己迁就。霍燕沉默，我惯于观察他的微表情，眼下他身上咄咄逼人的戾气尽收，眉眼间反倒是多了疲惫。霍燕一烦就喜欢抱我，或者是握着我的手，确定我在他身边，所以在他靠近时，我直接后撤一大步。霍燕皱眉，我回去了。深夜，我拉开帘子看楼下，霍燕依然站在楼下，指尖是火星一点，冷白的灯光洒在他的肩头，他身影寂寥，似有所感。他抬头，我立刻把帘子拉上。有空心疼他，还不如多背点单词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应该回去了吧？现在我90斤的体重，89斤的反骨，霍燕有时间磨我，还不如找个新欢。然后我就得知霍燕把我对门买下来了，我真的谢谢。不仅如此，大牌礼物总是往我这送，某天送的花束我差点抱不住。别送了行不行？我忍无可忍，打电话给霍燕。他的城市到我这坐飞机得3个小时，平时霍燕就忙，所以并不会经常来。我本来都快忘了他了，这些礼物硬生生帮他刷足了存在感。不行。霍燕声音慵懒，你这样，你图什么呀？霍燕顿了下，用行动跟你道歉。我面无表情，那也不是这么个做法，人都不到跟前。那周末我去找你，让你切身感受我的诚意。霍燕轻笑。再说就要进他套了，自从知道霍燕住在我对面，我就没回过家，生怕和他偶遇。我眼皮一跳，把电话挂了。之后1年，霍燕依旧没放弃。他没用手段逼我回去，也不会过多的干涉我的生活。微信上时常给我发消息，问的都是今晚吃了什么，做了什么事，有时还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打电话。我以为2年的相处已经让我摸清了他的脾性，可现在我是看不懂他了。这天我喝了点酒，上头之后哐哐敲霍燕家的门，舍得来找我了。霍燕开门，一身宽松的家居服，透着股帅气的松弛感。臭男人，老是来烦我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将霍燕推倒在沙发上。霍燕人有我闹，期间我差点跌倒，还是他出手稳住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霍燕，霍燕不得不抬眼望着我，眼底晦暗不明。霍燕，人是为了说话才长嘴的。我戳戳她的嘴唇，温温软软。所以呢？霍燕视线落在我的手上，轻轻握住我的手指。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，承认喜欢我很难吗？
千里迢迢来找我，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刷存在感。换做以前，我根本想象不到霍燕这么随性的一个人会做这种事。在我意识到你的重要前，确实很难。霍燕沉声道：现在我想说，你还愿意听吗？我眨眨眼睛，你先说。霍燕吻我手背，我喜欢你。闻言我怔愣，霍燕却顺势起来，把我圈在怀里，温柔地在我耳边呢喃了好多遍。说了那么多遍，你的回答呢？霍燕把我凌乱的碎发撩到耳边，姓婉，如果你真的放得下，说一句，我不会再来找你。这话要是早点问，你也不会在这了。我晕乎乎的笑。霍燕沉默，而我也没回话。我做不到毫无负担地说自己放下了，也没回应说他的喜欢。我是个长情的人，爱上一个人就满心满眼都是他。但相比之下，我更专注于自己。如果爱人伤害了我，即便我爱他，我也会选择远离。爱人的前提是爱自己，我受不了自己一直这么委屈。然而我没想到的是霍燕的变化，霍燕似乎在等我的回答。我微微偏头，她的唇瓣近在咫尺，周围的空气倏然升温，呼吸纠缠间，霍燕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无声的蛊惑。我头昏脑胀，就在两唇即将相触时，霍燕忽然后退，她的喉头滚了滚，声音微哑：你先回去。我一懵，再继续肯定出事。霍燕呼吸有点乱，况且你现在不清醒，明天想起跟我接吻，指不定会后悔。随后我就被打包回了家。大3时我就想着去泰国读研，大4经过努力成功上岸。去泰国深造是我的梦想，在知道录取时，我直觉人生新的阶段在向我招手。启程那天，立彻要监考，厉叔叔他们正好去旅游了，最后来送我的是霍燕。起初霍燕知道我要去留学，黑了好几天的脸，倒也不是不想我去深造，而是一走就太远太长时间。但我还是坚持要走。落地了，给我报平安。霍燕示意助理把行李箱送回我手上，新申请的号码跟新的住址也要报备。霍燕叮嘱去到泰国注意防疫。都追那么久了，你不累的吗？复学之后，我忙着学业，跟霍燕又是异地，见面的时间都很少。等我去了泰国，距离就更远了，霍燕却貌似没有放手的打算。喊累的话，你会心疼我吗？霍燕挑眉。我心情不错，乖巧点头，考虑考虑。霍燕眉眼舒展，轻笑一声。相处到现在，我对霍燕的害怕越来越少了。曾经她一个黑脸都能让我忐忑很久，现在看不对眼了就直接怼回去。来到泰国之后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新的学习环境，特色的风土人情，都让我的生命充满活力。不过到底是来到了个彻底陌生的环境，我时常感觉孤单。正好来泰国出差，我跑到校门口，霍燕在等我，手上拿着我跟他提过的一家泰国甜品店的蛋糕。霍燕长相出众，引得身边经过的学生纷纷对他侧目。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心中密不透风的墙被凿开了个洞，露出的是久违的心动。我很想你。霍燕一个直球过来，我说1个月前才见过。霍燕微微俯身与我平视，还不算久。我笑笑，霍燕却像是洞悉了我的情绪，过来抱抱我。
你求我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霍燕弯唇，好，求你。我以他所言扑进他的怀里，有种久违的温暖。想来从霍燕身边逃离到现在，已经快3年了。鉴于他确实认错，态度良好，就浅浅地原谅他一下吧。毕业后，我回国从事跨国电商行业，事情虽然多，但很充实。失联的双亲至今都没联系过我，我索性在霍燕所在的城市定居，偶尔会回老家。小婉，好久不见。刚打完招呼，郑希儿就开心地回：快，小婉，快到我这边来。时隔几年再来这里，我依然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坦然。我上前握住郑希儿的手，她的眼睛毫无焦距，神情却异常认真。之前把你认成护工，我很抱歉，请你原谅。没事，你也是听了我的话才混淆的。郑希儿哼了一声，罪魁祸首是霍燕，好吧，白长了张嘴，都不知道珍惜你。霍燕正在看资料，闻言无奈，都是我的错。郑希儿嘿嘿一笑，对我说悄悄话，他要是再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出气。我笑，好啊。我跟郑希儿本来就合得来，话匣子一打开，我们的话就说个没完。说什么呢？霍燕见我们2个有说有笑，上前捂住我一侧耳朵，对郑希儿皱眉：我女友，你克制一点。才聊一会，脾气就这么大。郑希儿撅嘴，当初要不是我一语点破，媳妇哪会到你手里？说笑间，霍燕妈妈也来了，见到我，她面色有点不自然。我跟她打招呼，阿姨点点头。郑希儿闻言立刻招呼：阿姨，霍燕这个臭屁男追了几年，终于把你儿媳追回来了。你别闹我。阿姨瞧了我一眼，对郑希儿摆脸。郑希儿失明，哪会看她脸色，直接捂起来了。我哪闹了？你别老想着我跟霍燕结婚了，一想到我要结婚了，新郎竟是他，我就想呕。霍燕，阿姨，这是我的一些小心意，送给您。我拿提前准备的礼物给阿姨。阿姨接过礼物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你变漂亮了。我笑：是吗？其实我的样貌跟几年前没变化，要说变得最多的，应该是气质，更自信了。是我的经历，我的学识给我的底气。从医院出来，我跟霍燕散步回去。阿姨会不会还不喜欢我？我想起霍妈妈那不冷不热的态度。霍燕懒懒道：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是欠郑希儿的，但偿还恩情的方式并不只有让我娶她这一种。我跟在霍燕身后不说话，她忽然回身停下，我的鼻尖撞上她的胸膛。我的婚姻，我妈插不了手。霍燕抬手捏捏我的脸，别胡思乱想。我抬眸望进她的眼睛，她眼底的温柔一览无余。我笑笑，与她十指相扣。知道了。全文完。